Hello，大家好，好久好久不见了。我觉得我有一些群众的压力，因为我的品牌很久都没有更新了，你们都知道的，我是非常随意的一个人，就忙起来就把这件事忘了。可是今天我很想做这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上个星期，7月5号的时候，李玟 Coco Lee 去世了，很不幸，他是因为自杀而去世的。然后，当然，她也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一个女神。就是她除了长得漂亮以外，她英语、中文，甚至连广东话都会说，就是绝对是一个才女。她很小的时候就出道，然后嗯，我们每个人都会很惊奇的想，诶，这个人，他的人生好像很完美，就是该拿奖的拿奖，该有的有钱财、地位、长相，甚至乎她老公也是一个加拿大的 billionaire，就是亿万富翁。你会想到一个这么人生完美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那么呢，她应该是1、2年前就开始跟她的老公分居，然后过后她在2月份的时候就讲她自己动了一个腿脚的手术，正在康复之中。其实有报道说她有抑郁症满几年。就是我本人啊，对于这个抑郁症引发的自杀的事件是蛮大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懂的，我是从马来西亚来英国，这里住了20多年，从2001年开始在英国这里读。我来的时候是读大学，就是水土不服，然后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没有亲人，也不够钱念大学，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会把你逼疯，甚至乎大学那段时间也是有失恋等等，就是负面的事情不停的一摞接一摞的发生，然后你就会掉到人生谷底。其实抑郁症，在国外是很正常，而且很被understanding 的一个 topic。就好比如果我今天跟我老板说呢，就是我有抑郁症，我要请假，就是1个月，他们公司里面规定都是比较 flexible。就如果你有去看心理医生这些，他们都会说可以请假之类的。可是有些时候就是生活不允许，嗯，你去休息吧。就好比李玟 Coco Lee 是一个艺人，就很大可能他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休息，再加上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就要经历这么多，其实真的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是比生和死更加的严重，所以我在这里劝导每一位观众朋友呢，有机会看到这个视频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不开心、有抑郁，去寻求帮助 （seek for help）。因为在现今社会里面，抑郁症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疾病。You know, we are only human. We have a lot of emotion complexity within us。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你去寻求帮助，并不是因为你要示软，还是 you know，you're not appearing as someone weak。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跌到谷底的时候，when we hit the rock bottom，我们需要有一个渠道去倾诉这件事，就是把你不开心的，或者是你有什么疑虑之类等等的，一切都讲出来。也许家人、朋友、亲戚等等，就是不能理解，甚至乎像公众人物的话，你会有网友，或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social media influencer，你会有网友这一些。但是我觉得比较正确的方式是经过专业人士的
帮忙，就比如说那种 depression helpline 抑郁症的求助号码，这些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而且你不要 don't feel ashamed to share to people that you can't carry on your life,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your emotions is all over the place. 这个是从科学上的角度来讲，当然玄学上的话也有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包括所谓的清理啊、疗愈啊，从灵性角度去吃饭，宗教的信仰也可以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我以前有抑郁症的时候，在大学的那段日子，我是通过去教堂，就是每一个星期天不断的跟上帝祈祷，就是有奇迹出现，想到上帝会每天爱我啊，耶稣会给我爱的拥抱这样子，然后教堂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很 supportive， 就是听我倾诉，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这段时间你需要有人 listen to you 来听你倾诉 because people a lot of time feel they are not heard， 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了解自己。那当然除了有一个很强烈的宗教信仰以外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室友，那时候在大学的室友，他是外国人，他刚好他母亲也是一位心理医生，就是他在察觉到我有抑郁症的时候，他是很关心的跟我讲，就是一定要得到及时的治疗，而且 there'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that you're telling people that you can't make it， 他讲 this is normal。 我还蛮感激他，因为当时候就是听了他的 advice 以后呢，我就去见了学校里面的心理辅导老师，然后我每个星期都有做 session。 今天呢，除了讲这个 depression 的 topic 以外呢，当然我也会讲到一些关于玄学的东西，就包括这些自杀李玟 Coco Lee 他自杀过后会去到哪里。我一个朋友是法国人，他35岁的时候从伦敦的一个就10多20层楼就跳楼自杀，非常可惜。因为我这个朋友呢，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大概大学毕业，从法国 Top University HEC， 就如果有在法国念书的人都知道 HEC 是 Top Business School， 然后他就来到就是伦敦这里做 SocGen， 就是 Investment Banking 这一个行业，然后他当时候也是一个 Trader， 而且他做的蛮 successful， 就是他21岁毕业过来伦敦，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同行里面工作，然后都一切很顺利，到25岁的时候他就赚了蛮多钱，他28岁就开始自己出来创业，然后他是卖那种 electronic cigarette， 就是那种 vape， 他开了很多个 branch， 而且他是我们朋友当中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杰出 ，his life is perfect， 就是他人长得帅，然后又多金，家庭环境也很好，他是 Paris。然后他的生意就一败涂地，就欠下了很多钱。其实他还没有跳楼前一个星期见到我们的一个 mutual friend， 这个人叫 Diego， 然后 Diego 也有看到 Jonathan 就跟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他现在很 stress。就其实如果他宣布 bankrupt， 可能在程序上就不用还一些债吧，我也不大清楚。就是他没有宣布破产，
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 Jonathan 他是处女座，他的人生都是很完美的，很大可能 bankruptcy 这种好像 telling people that you fail， 可能他觉得很难承受。就是当时候 Diego 是跟我讲，他没有跳楼之前的一个星期跟他聊了蛮多了。Diego 认为 Jonathan 有采取他的建议，就是宣布破产这一些。一个星期后就突然间收到消息说他从10多层楼直接跳一跃而下。那么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就很想问他，我就去找他的灵魂。当时候我记得他是哭着求我说救他，因为我一直看到他重复的在跳楼。我很 sad，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而且认识了这10年。我是认为，就是我经历了那么多，我也看到了那么多，就是包括我之前去非洲那些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孩子，他们都不会想到要自杀。可是 Jonathan，他只是生意失败还是怎么样，就这样子一跃而下。而且当时候呢，他叫我救他的时候，他还让我就是 relieve the moment， 好像讲起来我都有点就是流汗，因为我是有畏高症的。然后他让我共情的从他在挣扎那一刻要去跳，直到他身体和头部着地的那一刻，就是我整个人在通灵的过程里面是很软，就是 I fell to the ground, I can't get up， 因为我脚软，我真的是有畏高症，我差点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找耶稣吧，因为毕竟他是基督徒嘛，除了基督，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同高维度的生命。他们都告诉我同样一件事，就是无论你的 culture 或者是 religion background， 你信仰什么都不用紧，就是如果你今天自杀的话，将会被受到惩罚，直到就是这个惩罚的 period， 这个时间点我不懂有多久啊，直到这个 punishment period is finished， 你才可以再去轮回，或者是去其他维度，像 heaven 啊之类的。我自己在接病人 ，sorry after， 一般都是称这些客户叫病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理灵性上的障碍，所以都叫病人。我在处理这些通灵个案的时候，我见过很多不同的个案，有包括弟弟吃药自杀的，老公上吊的，然后亲戚上吊的，都是不一样的 religion 和不一样的 background。他们都是这个身体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会受更大的折磨。我用尽我的全力想要帮助我的朋友 Jonathan， 可是无能为力。就是所谓自杀的灵，他们都会在另外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其实严格来讲算是一个地狱之类的吧，炼狱之类的，因为毕竟你要重复做生前不好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地狱。我们尽量可以做的就是佛教的诵经啊 ，Christian 就给 prayer 啊，或者是这个道教的，就是也是一样做法事之类。但是到最终的时候，你的这个自杀，你还是需要经历这一个 punishment period。我奉劝大家，就是有想不开的时候，及时得到医治，什么样的方式都好，就是 keep going, don't give up。还有就是很多人问我，因为在国外，比如说像瑞士人，这种国家，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杀。那么很多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付费自由意识去选择自杀呢？因为大部分的个案都是他们身体的状况非常差，很多算是救不了。就在医学上、玄学上，比如说植物人 coma 睡在那个床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自觉，就只靠机器 machine 去维持这个人的生活，又再不然就是他已经到了某种疾病的
的末期，Doctor declared there's no cure and so on， 这些人才自由意识的选择去自杀。再就是这个自由意识选择自杀 ，hospital 呢是要付钱进去的，所以一般穷人家你是不可能有这个自由意识选择去了断自己的生命吧，可以这样子讲。很多人问我呢，这个算不算是自杀的一种？其实，像一般这么病重的人，他们的生命已经是垂危的，就算他多么努力去恢复这个健康，是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性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坏掉了，就是坏掉了。很多人问我这个会不会受到惩罚？其实这一个算是 gray area。第一，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个案。第二，就是我也有想要去了解这个话题，这个是纯粹我个人意见。我个人会认为这些人，因为他们身体已经 broken， 然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活下去，他身体已经这么坏了，再耗多几年的话，就会不能再继续了，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细胞死了，所以他 whatever left 就是他的意识、灵魂而已。像一般这样子自杀的人，就是自由意识选择去了断生命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punishment 就是惩罚，没有像一个非常健康，然后还可以就是正常生活的人的这些自杀者的惩罚来的那么重，他们可能受到的 punishment 是比较轻一点，就好比你做了犯法的事情，你然后去监牢，就是监牢也有分重级 high security 和 lower security。lower security 就是给那些一般不是杀人犯或者是强奸犯这种人，还是maximum security 一般都是给那种什么 terrorist 啊，再不然就是谋杀人的。一般 lower security 可能只是去百货公司那边偷个面包，还是偷个手机，还是怎样，就是 thieving 这种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所以这个自由意识选择的自杀也算是自杀，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因为你的身体迟早都熬不过去，可能你不自杀就还有那一两年、两三年、四五年，但是你自杀只是 speed up 这个 process，这样的话，这个惩罚会比较轻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意见。像 Jonathan 或是 Coco Lee， 他们不是完全连吃东西就要依赖 machine 这种维持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话，相对来讲惩罚是不是比较重？就我很心痛看到李玟姐姐以这样的方式去了结她的一生。抑郁症是一个现今社会很严重的问题，我会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救治，就医学、玄学、宗教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好，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比生死更大的事。我有很多病人，就是他们中癌症的，他们想活多几年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如果还不是你的时间还没到的话，那就坚持下去吧。之前我有通灵过蛮多，就是整10个 case 都是自杀的。一般就是我会去到一个地方，看到无止境的黑暗，然后这个黑暗里面呢，就他们会把舞台踏到像你就是之前自杀的那个环境，然后这个空间偶尔也会重叠，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看到那种跳海从桥跳去河跳海的人自杀的时候，你是有听过一些故事，那个人在驾车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人跳海，其实是那个灵体在那边重复做他的事情，是因为这个空间呢我会重叠在一起，就是你会看到差不多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活下去真的很需要勇气，但是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面，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都
naturally when we are facing some kind of danger in life， 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灵魂都会第一时间就是avoid danger。我想说的就是每一个人就要知道死一了百了，听起来算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活下去是最大的勇气。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些爱你们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父母，没有多少个白头人要送黑头人吧。那些很爱你的人，他们会有多伤心？就算不爱你的 stranger， 比如说如今的 social media 这么广泛，你随便发个文，就是把你的问题，这个心理的问题，这个障碍讲出来，就是你有自杀念头。我相信很多那种不认识的网友都会鼓励你继续活下去。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自己的 Mind Over Matter Class 里面讲过，就是我们人其实所谓的修行，就是修复我们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这种心魔啊、邪念啊、负能量等等。因为抑郁症的人，他们的情绪是起伏很大，上上下下这样子，他们完全已经失控了，就是他们 control 不到他们自己的 emotion。这就是为什么我在 class 里面 Mind Over Matter 里面有讲过，就是能够掌控我们的个人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今社会，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压力都太大，交房贷什么，到处都是，不是钱就是名利就是地位等等，就是这种让我们压到我们透不过气的东西。我们的情绪失控的时候，有一个 split second 你会想到终结这些所有是最好的出路，可是很大可能这只是一个 split second 的，就是瞬间的意念而已。就佛经里面讲的意念成佛，意念成魔，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瞬间，你要不要死，然后还是要继续活下去，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我有问我的朋友法国人 Jonathan， 我问他你有后悔吗？就是他当时又在拉着我重复跳，他从上面掉下去的时候是很快的，可能是30 second， 就30秒、1秒、60秒、1分钟的事情。可是他一半的时候，他跳出去的那一刻，他后悔了。就是他告诉我，他非常的后悔。而且我之前做过很多自杀灵的，他们有一些都是蛮 guilty， 就蛮惭愧和愧疚家人啊，然后就是很后悔，突然间在那一念之差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然后导致现在已经有翻身的余地。之前有看过一个个案，就是他有当过和尚，然后他过后还俗了。他还俗的时候是晚年的时候才自杀的，因为他是在寺庙里面可能有20年的经验，还俗以后他就好像是70岁的时候就选择上吊。其实我当时有就是想过要去度这一个灵，因为家属们叫我通灵的时候，我看到就是蛮感触的。毕竟修佛20年不容易耶，你们懂得，我很少去找神明，可以的话我是 avoid 他们。那个时候是我特地去找到地藏菩萨，可是我说我愿意以我所有的功德修为去度。他说有些因果业报自己造的，就是需要自己承受，可是还是有帮到他。因为当时我去看这个灵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很不好的范围里面，算是一个最坏的监狱里面吧。然后直到我问他这个灵，你愿意在修行吗？就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好像被我劝动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突然问他一句，他好像没有回答我，只是点点头还是怎样。就直觉，我没有看到他的 reaction， 就直觉告诉我他好像是可以考虑。
然后我就去求了地藏菩萨，因为他曾经在佛门，地藏菩萨就说我可以给他就是 upgrade 一下，去一个比较好的监狱，然后新的监狱里面呢，外面下着很大的雪，可是他是在一个洞里面，然后他可以坐在里面继续盘坐禅修这些，那是唯一菩萨可以 offer the best option or solution。今天的视频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很 down，bu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to live up for in life。就是 there's always light in the end of the tunnel。你们不要为了那一刹那的这个wrong emotion而做出后悔的，就是结果。我相信今天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带来不适还是怎样，但是呢我还是想 pay my condolences to 所有这些失去过家人因为自杀的网友们。Send my prayer out to you guys， 大家好好加油。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这个人间也有很美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留念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儿。然后呢，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需要帮助的话，就是可以得到及时帮助等等。Yeah, last but not least, I'm so sorry for Coco Lee family members. Yeah, I'm quite disheartened by this news. 就是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蛮震惊和悲伤，因为就是好端端一个人就这样没了，而且李玟算是我中学时候就听他的歌到现在吧，应该是这样子讲。我最后一次看他是一个视频，关于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是弹劾导演就是不公平的对待参赛者这一些，我觉得他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往往是那种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坚强，很开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内心是有多黑暗。如果你今天是这样子的话，不用紧，在我的这个下面 comment， 然后其他网友都会 support 你，and I'll send you my blessing。So 到这里我就说拜拜，然后呢，我会尽量从今天开始每一周都上载一个视频，就讲一下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奇怪玄学的案件之类的。好吧，就这样，拜。